大家好，我是小酱汁。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，你适合上班还是创业，手上这一处就能看出来，看过的都说准。手相是可以看到本人的财气线的，财气线是呈小手指根部的短并且竖着的线，代表着财气的黑白。假如想要投资理财的话，这条线就尤为重要了。这条线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，假如没有，也并不代表就会很穷，没有财气，只能说明此手相的人不太喜好投资理财罢了。假如有的话，财气方面会比较好，适合经商或者创业。财气线弯斜并且模模糊糊的不明晰的人，说明在生活或者工作上遇到了废事儿，这时只需多点耐心，少去投资，不要过分招摇，方能顺遂度过难关。财气线挺直，中间没有过剩的细线搅扰的话，说明这人财气兴旺，有良好的经济基础。假如聪慧线也开展优良的话，那就更加有可能成为富豪了。财气线很好的人，即使现在不是很有钱，甚至是贫苦，可是随着年龄增长，财气也在不断的上涨，毕竟是会过上好日子的。如果这条线长得不太好的话，那么财气线的外形也会跟着发生变动，导致经济情况下滑。假如没有财气线，别担忧，看看有没有偏财运吧。一、手上呈现财气纹路。财气线就是我们可以有机会获取更多的机缘发家。财气线在手掌无名指下方呈现竖向的手纹，称之为财气线。假如这个方位的竖条纹路多，则预示你未来偏财运会逐渐到来。二、手中在手掌三丘宝杖。手掌三丘是指在手掌接近手指的部位，手相中也称之为离宫、巽宫、坤宫等等，常常有3个像小山丘一样的鼓包。假如这3个方位比较丰满，并带有微白色，则意味这人的财力情况比较兴旺。3、手相中比较旺的人，4个手指并拢，没有漏洞的人，性情都是比较温和，做事勤奋的人，所以在求财理财方面比较有才干，高人一等。4、手相中比较节俭型的人，在大拇指两头第2个枢纽处呈现比较多的纹路，无论是横纹还是直纹，这一处也是代表会具有固定资产的手相，纹路越多，暗示积累的财产越多。5、手相因桃花而来财的人，许多人在食指下方会呈现横手纹，有一条横纹叫做指节纹，假如有3条指节纹的话，叫做三约纹。这类人生活中是不会缺钱的，特别是女孩，常常可以由本人的桃花带来财产，而汉子多可以娶到旺夫的女人。6、手相中十分擅长理财型的人，在手掌豪情线上方有一条平行的纹，叫做理财纹。具有这类手相纹路的人，本身就会理财，同时在企业公司内部可以作为财政的一把手或者是助理，可以在投资范畴取得比凡人好的财气，因而也终身不愁钱花。7、手相为贸易型才干的人，食指根部木星丘兴旺，暗示这一类人性情比较大气，气色赤色优良，财气必佳，可以有好友相帮。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吸金手相长这样，偏财运极好，日进斗金不成问题。这7种手相的人偏财运好，
能大发横财。每个人都渴望发横财，因为横财来得比较轻松，我们不需要花费多少的努力，就可以轻而易举获得钱财。今天小编就跟大家来介绍下7种大发横财的手相，一起来看看你有吗？旺运型，食指和中指之间有缝隙的人，这种人天生就财运很旺，尤其是到了中年会发一次大的横财，并且那次的横财会来得十分汹涌，能够彻底颠覆他们的生活，使得他们过上富甲一方的生活。勤俭型，在大拇指的第2关节有很多横纹者，这些横纹代表着财富，横纹越多，那么钱财就会越多。这种人平时很低调，但却是日进斗金的大富豪，不容小觑。异性缘型，食指上面有3条指节纹的话，叫做3约纹。这种人的桃花运非常旺盛，并且这些都是好的桃花，能够催旺自己的财运。要是男人，极易娶个富婆；要是女人，就容易嫁入豪门。理财型，在感情线上方有一条平行的纹，叫做理财纹。有理财纹的人天生就很会理财，并且他们财运很旺盛，很容易变成商业大鳄。商业型，食指根部木星丘发达，并且肉色红润者，此人的财运必旺，不管是正财还是偏财，都来得十分频繁，因此这种人注定是财富不缺之命。暴发户型，生命线与智慧线起点有上升线的人，这种人极易发横财，一夜暴富这种事情最容易降落到这种手相的人身上。偏财型，小指根部与无名指根部之间的部位如有出现十字纹，那么证明了此人的财运十分旺盛，尤其是横财方面，他们中头奖的几率很高，注定是大富大贵之命。没有以上手纹特征的人也不要灰心，靠自己的努力也是可以获得成功的。好的手相只是给大家的成功助力，如果因为有好的手相而不思进取的话，只会让你的财运通通溜走。命里带金的6大体征，掌管财富一把手，财气旺到不行。手相面相是反映人的性格和命运情况的一种符号，并不是说手相面相决定命运，这个逻辑关系必须要弄清楚。而手相面相的预测正是要告诉你自己是个什么命。一个人前额左右眉毛的上方是天仓，如果这里宽阔长得好，饱满有力而无疤无痣的话，祖产丰盛，而且本人的生财能力也很强，容易发财致富，富甲一方。嘴角上翘如同弯月的人，两边嘴角上翘不仅会让人看起来十分的舒心，并且这种嘴型的人普遍都是善解人意，懂得与人为善的人。他们的这种特征让他们收获了大量的友谊，五湖四海各行各业都是他们的朋友和贵人，因此这种人处处有贵人的帮助，事业上一直都是青云直上。手指下方凸起的部位在相学中被称之为星丘，这些手掌凸起的部分往往都和命主财运有着一定的关系。如果各个星丘饱满，那么证明此人的财运非常好，将来掌管的财富巨大。这种手相也被称之为财库。星丘丰盛凸起预示着命主财库稳定，能够通过各种方式为自己赚得不菲的金钱。要是在星丘上还存在十字纹的话，那么更是大富大贵的象征，
一般这种人的资产都在1000万以上。手指根部有肉，可是指尖却是很尖的，这种手型是十分好的，不止很有情调，并且聪明能干。在拇指的关节处有很大的凤眼纹，财气十分的旺盛，财富相当好。女性有这样的特征，很旺夫，婚后会给自己的老公带来更多好的运势。掌心有闭合的三角形，是聚财的标志，所以这样的人的财气旺到不行。典型的川字纹，才能很强，工作开展、经商能够取得很好的成就，更适合自主创业，财气来得愈加旺盛，顺风顺水，越做越大。在小拇指与无名指的根部临近有许多的金钱纹，所以会有好运到来，要好好的把握时机，做好预备，未来的自己必定是前途无量。感情线深长，爱情运势是不错的，婚后日子美好和谐，可是工作开展不是很顺畅，有比较多的曲折，前期工作开展不顺利，后期有所好转。女人事业线长，可能有副业，注定会在家中是皇后命，掌管财政大权，命运仍是不错的。手有罕见鸳鸯纹，桃花运旺盛，婚姻生活幸福。每个人的手上都有着很多纹路，而这些纹路都代表着不一样的寓意。有些纹线代表着财富，有些纹线代表着健康，而有些纹线可能就代表着婚姻。下面小编向大家介绍的这个纹线特别罕见，那就是鸳鸯纹。什么是鸳鸯纹？鸳鸯纹是由2条纹线组成的，一条是从正宫，也就是大拇指根部靠上位置发出，至中指根部位置的弧线；另外一条是从艮宫，也就是大拇指根部靠下位置发出，到小指根部位置的弧线。这2条弧线基本上平行相对，所以称之为鸳鸯纹。生有鸳鸯纹的人容易为情所困。相书有云，鸳鸯纹现主多淫，好色贪杯不暂停，暮色朝云年少爱，老来犹有后生情。意思是说，掌中生有鸳鸯纹的人多情风流，喜欢纵情于灯红酒绿的生活当中，年少的时候不懂得节制，即便是老了也多有旺盛的精力在吃喝玩乐上。现实中生有此类掌纹的人并没有相书中说的如此严重，只是这类人对待感情非常强烈，爱上一个人就会激情投入，却也容易被感情所困惑，不能自拔。恋情或婚姻上容易受到他人的干涉和影响。同时，这类人的桃花运比较旺盛，身边从不缺少异性，比较受异性的青睐。如果把握不好的话，确实会影响到自己的感情生活。但相不独论，生有鸳鸯纹的人不一定就是沉醉在酒色当中一无是处，也要结合其他掌纹综合判断，不能单一的只看1-2条纹线，这样就太片面了。但有这样掌纹的人应该注意与异性保持适当的距离，特别是已经有伴侣的，更要注意自己的言行，不能与其他异性走得过近，专注于自己的感情，自然就会避免烂桃花的出现。算命大师无意透露，9种罕见掌纹只有1%的人认得全。每个人手中都有不同的手纹特征，这些手纹特征都代表着每个人不同的财运和命运。算相大师无意间透露了9种罕见的手纹特征，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些罕见的掌纹吧。1. 幽默线。感情线尾部形成的线就是幽默线，
拥有这条线的人越多，幽默感越强。如果和有这条线的人做朋友，生活中笑声不断哟。2. 双重智慧线。通常的话，每个人都有一根智慧线，但是多才多艺、才华横溢、聪明灵巧的人会有2根智慧线。3. 宠爱线。挨着生命线有3条线，这3条就是宠爱线。拥有这3条线的人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都会有贵人相助，使你的运气越来越好。4. 希望线。拥有这根线的人会有远大的抱负，并且为之而努力。相反，这条线比较多的人，就会在确定人生目标这个问题上十分迷茫，生活状态不是很安定。5. 疲劳线。生命线的尽头，数条细小的线条。身体过度劳累时，这条线就会增多。当疲劳线出现增多时，请园友们一定要注意多加休息。6. 神秘十字线。拥有神秘十字线的人，直觉敏锐，灵感很多，创造力强。7. 鱼形线。这条线和它的名字一样，是个鱼的形状。这条线十分少见，当这条线突然出现时，就会象征着你的好运气就要来了。8. 明星线。这条线出现，就会预示着你想做的事情都会实现，这种明星线十分罕见。9. 家族戒指线。大拇指的根部出现环状的线，就是家族戒指线。当这条线出现时，整个家族会蒸蒸日上，你也会得到家族的厚爱。讲了这么多罕见的掌纹特征，你占据了几种呢？掌中这2条纹路，关乎你一生财运，有1条都不行。人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富贵，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，但并不是所有人有能力了就一定能够富贵，这里面还有命运和风水的影响。这一生有没有财运，财运多大，就手中有无这2条纹，有1条都不行。1. 中指比较长。中指比较长的人，代表着有较强的权力欲和富贵欲。他们的理想目标一定是过上大富大贵的生活，要出人头地。他们有较强的进取心，做事大气，不拘小节，不会被一些小的财富而迷失方向。这样的人更容易能大富大贵。2. 手指并齐，没有缝。除了大拇指以外，伸开其他4个手指并齐，如果中间没有缝隙，即连个芝麻也掉不出来，这样的人有强的存钱能力。不管男女，他们都特别擅长理财，不会盲目的开支和花销，生活中精打细算，这类人容易大富大贵。3. 钱财纹多。钱财纹也称为理财纹，是指在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面很多细细的斜线。如果这些线比较深且多的话，代表着财旺钱多，一生有花不完的钱，生活上大富大贵。4. 手中多财库。手中的线互相交错中，构成大的4方形或者为三角形的人，甚至手中形成多个4方形或者三角形，这些形状为财库，代表着财富。不管男女，他们在钱财的运气上会比较幸运，容易大富大贵。5. 财运线伸直。
小指根部下面如果有竖线，为财运线，是金钱运好坏的重要标志。如果手中的财运线比较伸直有力，甚至有的人是多条伸直的财运线，代表着钱财运好，大富大贵。手有宝运纹，官运亨通，非富即贵。你与商界大佬只差这一纹，大千世界千千万万人，好运之人其实是很少的。看现在的贫富差距就能知道。但是现在并不代表将来，毕竟中年晚年发家之人也不在少数。那么怎么看自己是不是好命之人呢？除了看自己有没有好的八字，还可以看看自己的手掌是不是有这个掌纹，它就是比较少见的富贵掌纹，宝运纹。什么是宝运纹？在手掌中看起来像月晕的螺旋纹就是宝运纹。月为阴，主钱，因此这个掌纹主要代表金银得财。有这个掌纹的人，其财富就会像螺旋一样，一圈又一圈，源源不断。掌中生有宝运纹的人，非富即贵。宝运纹是比较少见的特殊掌纹，很多人都没有。但是，假如掌中生有宝运纹的人，大多能够在遭遇困难的时候，往往可以逢凶化吉，生活上也能家运亨通。如果为环形宝运纹，就是可封侯拜相之命；如果是铜钱状宝运纹，则家中有食有财，吃穿不愁。通常有这样掌纹的男人，做大官的可能性很多，升官发财比较容易，并且中年时钱财也不愁，能够富贵双全。掌中生有宝运纹的人，运势亦有起伏。有宝运纹的人，在自己所在的领域很容易有大成就，特别是在商界，优秀的直觉与判断力会令其很富有。但是往往大成功也往往伴随着大起伏，一切都是辩证的。如果宝运纹位于拇指根部的震宫，震为雷，预示着其人多为大贵之人，亦会有大灾相随，一生运势波澜壮阔。女生有宝运纹不利于婚姻，因为宝运纹利于事业，所以假如女人拥有宝运纹，其实就病极论，因为它不利婚姻，多有三婚不止的倾向。尤其如果宝运纹正好落在手掌的前宫，则有不利家中男主人的倾向。其实这点在生活中就有体现。一般女人事业好的人，除非男人事业更好，否则女性能力高于男性，很容易引发婚姻矛盾。虽然拥有此纹大多是好命，但是命运绝对不是一条好线就能悠着点，要综合其他掌纹观看。但是好掌纹仍旧是好运的象征，有了好的手纹，同样需要脚踏实地的努力相伴。好的线条可能意味着你拥有某种素质或者机遇，努力善用先天优势才是最好的做法。现代心理学家包括医学家也发现并证实，
人的掌纹无时无刻都在变化，你的思想和行为一直在影响着你的掌纹。这一点有一些像相由心生，所以与其临渊羡鱼，不如退而结网，努力充实改变自己才是上策。今天就讲述到这里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，你们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有好的建议，欢迎留言评论。下期再见。